将女孩按在桌上，扒开后衣，竟看到她后背上有一块裂缝。女孩想反抗，却不料男人一扣这个裂缝，女孩就瘫软着无法动弹。原来未来世界基因病毒爆发，地球上的一切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，粮食急剧短缺，人类无法正常繁衍后代，植物拥有能呼吸的器官，甚至就连普通的菌类现在也拥有了能自由思考的能力。这个世界已经无法正常分辨动植物。面对这样灾难性的地球，富人们团结一致，构建了只属于他们的城堡，而穷人只能在末日中和变异动植物生活在一起。维斯珀就是这其中一员。为了生计，他只能带着一个机器人在泥滩中寻找食物。可这末日又怎会有多少能吃的呢？整整一天下来，维斯珀只找到了一只彩虫。在回家路上，他还要小心翼翼躲过地下那些会吸血的触手，因为今天没有收获，维斯珀只能拿一些面包虫补充营养。他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父亲，父亲现在只能依靠外接器官生存，意识存在于一直跟着维斯珀的机器人中。维斯珀还有一个秘密实验室，他喜欢在这里做一些小研究，试图破解基因病毒的秘密。但就在这时，什么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？维斯珀跑了出去，他看到是一名女人在捡破铜烂铁。女人是一名漫游者，他们靠游走在世界各地捡垃圾为生。维斯珀听从父亲的话回家，可刚到家门口就看到门前那些吸血触手竟全部死亡，家里好像来了不速之客。维斯珀拿出武器想要杀敌，却不料小偷早已逃跑。维持父亲生命的机器也出现了故障，维斯珀连忙上去维修，但现在电力已经故障，父亲的人造心脏也停止了跳动。如果不赶紧恢复电力，父亲很有可能活不过3天。维斯珀无奈只能想去找镇长帮忙，可刚来到这里，他就看到一名类人体正被铁架压在地上。面对他的惨叫，旁观的众人无一人上前帮忙。这时镇长走了出来，他将匕首交给一个男孩。男孩非常听话的照做，他按住类人体的脑袋，一刀又一刀的向下扎去。旁人面无表情的看着这一切，好像对此早就习以为常。维斯珀也没有管这些，他找到镇长想要他帮忙维修发电机，但镇长好像根本不想理他。维斯珀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他打算用自己的血来换新的发电机。在这个末日中，城堡中的富人会高价收购城堡外孩童的血液，而镇长就是这个小镇的负责人。维斯珀贡献了自己的血液。镇长说必须要2天后才行，因为血液还没卖出去。维斯珀一听感觉自己上当，便想过去抢回血液，可结果却是被镇长丢出大门。维斯珀不甘心，于是便通过护栏的缺口又偷偷溜了回去。结果他竟看到镇长竟然在肢解那个类人体，甚至这时天上还有城堡的飞行器飞了过来。不过维斯珀现在管不了这么多，他只想过去拿发电机，可一开门就撞上了镇长的助手。维斯珀以为自己又会遭殃，却不料助手竟放维斯珀进去了。维斯珀本只想拿点修理工具就回去，却又看到镇长培养的种子，于是他便又顺手拿走了一些种子。回去之后，维斯珀终于修好了发电机，父亲的性命得以延续。然而当父亲看到维斯珀拿的种子后，却说维斯珀不愿意还回去，他跟父亲吵了一架，生气的他冲出家门想要还，却在跑不动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女孩，她倒在树根底下，身上爬满了吸血的菌类。维斯珀一见连忙上前，他扒开女孩眼皮，发现她还活着，于是便拔掉她身上的触手，将她抱回了家中，并给她处理了伤口。但是女孩醒来后，维斯珀却不在房间中，他还在修理父亲的机器。然后他在和父亲的交流中说道，父亲认为女孩是城堡中的人，必然不会善待他们父女，他认为必须将女孩交给镇长处理，但维斯珀却不愿意。不巧的是，这些对话都被女孩听到，于是他就想过去拿桌子上的刀，可由于他行动不便摔倒了。惨叫声引起了维斯珀的注意，他过来将女孩扶回床上。这时女孩说她叫卡利亚，和父亲乘坐飞船出行时出了事故，自己的父亲现在还下落不明。他恳求维斯珀帮忙找回自己的父亲。好心的维斯珀欣然答应，可维斯珀却不知道，女孩在他离开后悄悄将一把刀藏在了枕头底下。不知情的维斯珀还在好生伺候着卡利亚。在交流的时候，卡利亚也知道，原来维斯珀父亲以前就在城堡中工作，后来因为意外变得瘫痪，城堡中的人却只赔给了他们这个机器人，所以父亲才这么不喜欢城堡中的人。听到这些，卡利亚说她可以帮维斯珀他们获得更多补偿。维斯珀以为他们终于可以摆脱这穷苦生活，却不料一转头竟看到机器人已经失联，父亲也在一直发抖个不停。看到父亲这样，维斯珀也慌了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好在这时卡利亚也走了过来，只见他双眼一闭，嘴唇变红，然后再亲了一下父亲，父亲就瞬间安静了下来。此番行为也在说明卡利亚绝非凡人，但他是什么人，维斯珀父女却猜不透。他们第2天出门寻找卡利亚的父亲，跟随着滑翔机的碎片，他们找到了密林中间的驾驶舱，里面还有一个人。维斯珀想打开，却无能为力。不巧的是，这时镇长也带人赶了过来，他们打开了驾驶舱，里面的男人还活着，他想让镇长救自己，却不料镇长竟选择杀了他。男人死了，看到维斯珀这么伤心，镇长顿时感觉有猫腻，于是一通搜索驾驶舱，他就果然发现
他认为维斯珀肯定知道另一个人在哪，便想逼问他，但好在父亲帮他撒谎瞒了过去。可现在卡利亚父亲已死，维斯珀只能继续撒谎说自己没有找到。The winged rider couldn't have crashed so far away. The area is really big. 晚上的时候，维斯珀带卡利亚来到了另一个地方，这里是他另一个秘密基地。他在这里培育了大量植物菌类，它们每一个都拥有了生命。维斯珀说，这些植物是他改良后的样子，它们不具任何杀伤力。只要到时候卡利亚能把他带到城堡，他就能帮助城堡改善里面的环境植物。虽然卡利亚表面上满口答应，但维斯珀却不知道，他将会因为卡利亚的到来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因为如果想要送卡利亚回到城堡，那么他们就必须联系上城堡的人，而整个小镇能联系上城堡也就只有镇长一人。所以第二天，维斯珀又来到镇长家外围。这时他突然看到天上又飞来了2架滑翔机，他们以为出什么事了，于是机器人便想偷偷过去看看，却没想到一直过了好久都没回来。维斯珀心急就进去寻找，然后他一进去镇长家就看到镇长居然拆解了自己的机器人。Why are you trespassing on my farm? 维斯珀说自己只是想拿回自己的血液，镇长没有理会，他说他的种子不见了，不知道是谁拿的，所以他将所有罪都怪到了助手身上。说罢就从机器人内部扯出了什么东西丢掉，然后又开始逼问维斯珀。What about the extra passenger? 维斯珀依旧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镇长没有为难他，他让维斯珀带走了机器人，但也就在维斯珀前脚刚走，镇长后脚就派人跟了上去。维斯珀来到外面想询问机器人的情况，却发现机器人现在不仅说不出话，甚至就连飞行能力也减弱了不少。更可怕的是，维斯珀本想过去捡机器人，竟赫然又看到镇长助手已经死在了山沟里，并且这时镇长派出的人也追了过来。他们按着维斯珀，给他的手背印上了一个 X 标记。维斯珀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他回到家只想修好父亲的机器人。卡利亚看他这么伤心，便上来安慰他。And then we can go look for Elias. He's dead. 维斯珀带卡利亚找到了他父亲，面对已经浮肿的尸体，卡利亚也崩溃了。2个失去父亲的女孩就这么相拥而泣。可也是这时候，维斯珀突然发现卡利亚后背上居然有个缺口，当他手指靠近时，缺口竟有触手向着他伸出来。I'm a jug, yeah. 杰格人是人类的变异体，先前镇长让男孩杀死的那个类人体就是杰格人，只不过卡利亚更加高级，他是城堡内通过各种基因改造后的产物，拥有特殊能力，而城堡中的人购买孩子的血液也是为了创造更完美的杰格人。卡利亚是目前为止最完善的杰格人，他之所以会流落到此，也是因为城堡中的人试图利用他的能力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所以父亲才带着他出逃并坠机。 Can't get us into the citadel. 卡利亚承认了，他先前答应会带维斯珀父女去到城堡都是假的，目的是为了让他帮自己找到父亲。维斯珀一听瞬间怒了，他一块又一块泥土向着卡利亚丢去，可出于好心，他依旧还是带卡利亚回到家中。他已经无心再理会卡利亚，他现在只想修好父亲的机器人。幸运的是，他得偿所愿，父亲让维斯珀赶紧离开这里，因为镇长已经决定对维斯珀下手了，他不离开只会死在这里。这些交流都被门外的卡利亚听到，可能是出于愧疚，他拿出枕头底下的刀，想要刺穿缺口自杀。维斯珀安慰好了卡利亚，他说他们现在必须互帮互助才能活下去。在维斯珀的安慰下，卡利亚贡献了一些自己的基因，因为他的完善，所以维斯珀认为他的基因或许可以帮助自己改善种子，从而使人们重新获得健康的食物。然后果不其然，就在维斯珀观察了卡利亚的基因后，他竟发现他的基因可以和这些种子结合，从而逆转基因病毒带来的危害。为了更稳固自己的实验结果，维斯珀果断出发去秘密基地。可殊不知他这一离开却出事了。此时家中只剩下卡利亚一人，于是镇长卡着时间就找上了门，然后接下来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。面对这个强壮的男人，卡利亚本想假装服从于他，却不料镇长根本不吃这一套。但同时这时维斯珀也赶回来了，于是他们就打在了一起。镇长被制服了，但维斯珀却并没有继续伤害他。他说他想和镇长做个交易。 We both have all the food we need. 镇长表面上虽然答应了，但就在他回家后，竟偷偷联系了城堡中的人。 I found the jug you're looking for. 不知情的维斯珀等人还在改良着种子的基因。这时天上突然飞过来滑翔机，紧接着门缝外竟长进来一种白色菌类，速度极其迅速。维斯珀想阻拦也没有任何作用，他们很快就覆盖了整个房间。可就在即将吞没维斯珀的时候，却停了下来。 Don't breathe it. 父亲说这是城堡的人出动了，他们很快就会找到这里。现在他们必须要去南方的城堡，并通过改良的种子交换安全。但如果那样，就等于留下父亲一人等死。 I've worked for these people. I know how to talk to them. 维斯珀和卡利亚离开了，城堡的人也随后而至。他们先到达的是镇长的家中，本以为他们会和镇长一起合作抓捕卡利亚，却不料城堡士兵竟直接开枪杀了镇长，并找到了维斯珀家中。现在家里只剩父亲一人，看着这些黑袍杀手，父亲露出了绝望的表情。
看到父亲消失，维斯珀虽然很伤心，但现在黑袍人已经追了过来，所以他们只能继续逃跑。凭借着对这里的了解，维斯珀带着卡利亚躲进了一处红色草丛中。虽然杀了一名黑袍人，但另一名也闻声赶了过来。他知道了红色草的厉害，所以维斯珀他们没办法，只能通过不断卡视角躲过搜查。然而黑袍人迟迟没有离去，所以维斯珀他们在躲藏的时候还是被发现了。卡利亚一见只能站出来。I'll go with you. 趁着黑袍人放松警惕的一瞬，他们立马发起反击，但两个弱女子又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？虽然他们成功夺过黑袍人的武器，可由于武器过于先进，维斯珀根本不会用。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么一番对峙，给了卡利亚机会。他们总算安全了，本想继续向着南方而去，然而这时卡利亚却说他们不能一起走，因为这些人不抓到自己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维斯珀想恳求卡利亚留下来，但卡利亚去意已决，他利用自己的能力让维斯珀晕了过去，然后转身回去向城堡自首。等维斯珀醒来时，已经是第二天，他知道找回卡利亚已经不可能，所以他只能独自继续南下。路上时，维斯珀偶遇了流浪的几名小孩，于是便结伴而行。只不过他们的目的地不是南方的城堡，而是南方某处漫游者的聚集地。这里有漫游者通过捡垃圾建立的一座高塔，他们对维斯珀的到来好像早有所料。看着他们指引给自己的高塔，维斯珀爬了上去，一直爬到最顶上。不远处就是南方的城堡。维斯珀眼中放出一阵厉色，他选择了转身，然后拿出改良好的种子摊开在手掌中。一阵微风吹过，种子犹如蒲公英般散开，飘向下面的土地。维斯珀放弃了进入城堡的机会，他想要的是在这片废土上种下希望，然后向身后的城堡发起反抗之战。